他们在这个赛季还是给我们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来到了 WBG。辅助 ACE 鱼羽 ，WBG 小残。射手 ACE 涛涛兔 ，WBG Tennis。中路 ACE Shield WBG Sky。打野 ACE 小生 WBG 小鸡。单人路 ACE 狗神 WBG Max Power。夏季赛的赛程已经过半，两支战队今天都希望拿下这关键的一分来证明自己。我们也期待双方战队今天都有一个很好的发挥跟表现，选手们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一场精彩的对决。好的，感谢小七。那我们刚刚在双方选手登场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重新移回到就是刚才祥林说到那个点嘛，就是说他们现在 WBG 的一些阵容上的不同。是的，就我觉得他们那场可能是想要练兵，对吧？但是练着练着练出事了。那来到了现在第5周，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对于 WBG 而言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场，因为他现在的排名是联赛的第4名。然后他后面第5名的 KBG 同样也是一个4胜的状态，但是 KBG 他是打了一个4-6，就打了10场嘛。WBG 现在只是一个4-4的战绩，也就是说他这一场是自己的第9场，如果能够赢下来的话，其实前4的位置相对而言会比较稳一些。是的，而且虽然说他们在前期有一个3连胜嘛，但是目前其实对于 WBG 来说，反而进入到了自己内部调整和一个起伏的状态。是的，所以现在他们的状态明显是在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因为其实在周5的比赛。WBG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很难把 Sky 这条路解放出来。所以如何解放 Sky， 其实现在也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难题。但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其实 WBG 现在的这个辅助啊，小残，他其实我觉得这个辅助派克可能也确实有一些练兵的情况，但他之前在有一些比赛当中，这个派克其实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就是他的英雄池，其实在辅助当中算是非常宽泛的。对，那同样的第1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ACE 是蓝色方，红色方的 WBG。现在版本的常规班，其实像泰坦、鳄鱼这样的英雄啊，在蓝色方被按钮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来说，版本班还是时光没办法放出来，包括第1局的泰坦，还有岩雀这样子的英雄。岩雀的话，我觉得现在选取率是非常高的。虽然他在打野的位置上稍微有一些削弱，但目前在比赛来看的话，其实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是的，瑞兹班掉。其实现在场外如果给 ACE 开出来鳄鱼的话，我觉得是狗神需要考虑的，因为其实狗神他自己玩是偏向于奎桑提这种坦克英雄偏多的。对，但我感觉一选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卢仙，因为 EZ 其实已经在一个班位上。如果卢仙选到的话，盲僧，那其实选下盲僧的话，这也是拆分了对面鳄鱼盲僧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你一选卢锡安的话，对面拿出这个鳄鱼加上盲僧，那你的上路其实扛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那右边没啥问题啊，你既然选了盲僧的话，我可以选卢锡安，因为其实打野位置上努努。对，打野位置上有努努嘛，就是可选英雄其实是比较多的。对，包括这个摇摆位嘛，小残之前也是玩过努努辅助的。这个英雄配合卢锡安，他可以把自己线上打线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弱点给弥补回来，这样子就可以让卢锡安一个人挂线，然后努努快速的去游走。对，而且盲僧这个英雄虽然说在打野位置上，可能没有办法跟努努去比较，或者说可能没有努努那么强势，但其实我们在比赛里面看到，盲僧只要上场，他的胜率是非常高的。对，而且你既然没有拿鳄鱼的话，我觉得 ACE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个组合了？也不考虑，就是把这个版本比较强势的鳄鱼放到了比较后的优先级。巴德，我觉得先把双人路拿下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巴德加上波比。那这样的话，射手位置其实 WBG 这边后2手可以封锁啊。
然后选到了一个兰博。主要巴德、芒森、波比这样子的话，其实波比的摇摆空间就基本没有了。我们之前说波比可以去摇一个上野辅嘛，对吧？现在这样选下来的话，波比的位置基本是锁定在上单了。那相对于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知道 WBG 的 Max Power 在拿到兰博这个英雄的时候，他的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到目前为止其实相对比较团队的兰博，他会走一个肉兰博的输出。他在最近的3场 BO3当中是拿到了，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无畏正招嘛，所以他都是选到了兰博这个英雄。对。他目前对兰博的操刀还是不错的，而且我印象里比较深的是 WBG 之前其实有一场比赛，其他4路输了，但他那个兰博那一路是没问题的。那看一下后面的班位，首先先给到了一手奎桑提。继续针对奎桑提呢，也就是说这个波比在 WBG 的眼中大概率是去由修来操刀的。在左边是搬了一手跟卢锡安可以搭配的卡尔玛，在软辅的位置上，现在卡尔玛是除了时光以外比较少数可以上场的。鳄鱼上了一个班位，除了卡尔玛以外，包括像是杰拉、娜美这样的软辅，都是配合卢锡安打线的好手。对，卢娜也搬了一下，主要还是想让自己家下路有一些发挥吧。双班上单，鳄鱼加上奎桑提。而且鳄鱼这个英雄主要还是看发挥，我觉得虽然说他目前看起来比较强势，但是其实你如果前半程没有打出自己该有的效果的话，其实后半部分其实也挺乏力的。是的。左下青钢影，这手青钢影大概率是给 Sky 去操刀的。Sky 其实从以前的一个法和，慢慢的在最近的比赛当中都会选择一些战士的中线，像是这个朗姆或者说青钢影，最近的选取率是比较高的。而 ACE 的最后2手要把 AD 位置给补出来了，对面并没有针对到太多的这个 AD 在后2班。是的，小火龙最近的上场，比赛里面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大家其实挺看重这个英雄的。你别说，小火龙在我们昨天的比赛当中啊，在 ACE 对阵到这个对面 RV 的时候，其实是有小火龙会拖到很后面发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 ACE 他们对于这种能够帮小火龙拖时间的一个战术运用还是蛮好的。哇，这双方第一把阵容其实还是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中路这边其实给到铁男的话，还是希望可以在中路稳住吧，因为青阳影打铁男的话，前期青阳影其实想发育还是得靠他来到边线之后看看边线的发育，但是主要是 Sky 这一路还是比较受限制的。其实就是波比跟铁男这个位置就是要去互相摇的，可以去让这个波比尝试抓青钢影，然后铁男去对阵到兰博，可能会稍微舒服一点。对，所以左边阵容整体看下来的话，他更偏向于就是让他的双路可以更好的发育和有一些打出一些效果。我觉得两边的阵容特点还是比较明确的。ACE 作为蓝色方，他们的思路跟昨天的那场比赛有点像，保住小火龙，不管是辅助的巴德选择，还是波比，还是说这个铁男，其实都是为了小火龙去做服务的。不管是像对面青钢影踩进来，我铁男直接关，还是说我波比提前去锤走一个，给小火龙一个输出环境，都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一套的问题就是在于啊，其实昨天那场 ACE 对阵到 RV 的比赛，小火龙已经发育的很好了，但是他们在一些关键资源团的角色上面是容易出问题的。是的，当然我们看到 WBG 这边，我感觉小残这名选手他的英雄池真的是非常非常深。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也选到米溜，其实是为了保一手这个卢锡安嘛。那卢锡安如果真能打出效果的话，其实 WBG 这边卢锡安这一路那的伤害，其实无论是从前期、中期，以及如果他发育好的情况下来到后期，其实能给到 ACE 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还是强调这个打线能力啊，因为米利欧配合卢锡安打小火龙，其实这个压制力是很强的。对，包括对面的巴德可能也是要偏向于去这个中期游走。那我打出这么强的线上压制能力，只要一旦我能够在线上突破你一次，那你巴德在中期换线之后你是不好去动的。小火龙一个人在站中线，绝对是扛不住卢锡安加上米利欧的。对，而且还补足了一手这个卢锡安手不是特别长的这个问题。是的，全军出击。最后是狗神的波比往上走 ，Max Power 的兰博，两边的对线。双方都选择从上半期开始起手，那对于自己下路其实都有一些照顾的想法。这把我们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下路的情况，因为 ACE 的整体阵容相当于是一个4保1小火龙。
那其实右边的阵容象性就看起来会比较丰富了。对，右边的 WBG 就是一套比较常规的阵容，就属于要啥有啥嘛。对，而且打团能力也不错，你要强开有强。哎，中路这抢到2级，压了一波 Sky 的血量。是的，毕竟先有一个技能，但问题不大吧？因为 Sky 其实他只要保证他前期可以把线吃了就行。是。但前期这一波打下来，其实还是挺伤的，这能看到，其实，在中路对线上，现在青钢影的压力很大。对，主要这轮这个战术横扫也没有完全刮到，没有回到这一口血。下路抢2之后，并没有找到一个太好的压制机会，他到退站位还是比较小心的。上路打的也很凶啊。Max Power 的兰博熟练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兰博打波比，其实前期应该也都没有很好，没啥胃口吧。不太会出事，因为这两个不属于线上能力特别强的英雄，对吧？你要是说玩个什么剑魔，玩个鳄鱼，那可能上路前期压力会有点大，可能会有爆发人头。两边的打野都是往下刷的路线，这一把都知道要围绕着下路去靠。对，而且很显然嘛，因为盲僧他前期想帮队伍创造优势的话，他肯定要去找一些线上去gank。那他这个gank压力看会放到哪里？如果想放到下路的话，其实努努就可以保一手。所以这个刷野路线。下来点点后期圣光再穿一下，可以看到，就是我这种不想上来打理你一套，小火龙是没有办法反制的。而且盲僧刚刚就往上刷河道线的话，下路会形成一个3打2，小鸡马上要到5级了。不过兵线不是特别多，掌约的话可能会有危险。对，而且目前的情况下，因为左边的双招都还在，应该就是给一些压力。现在是很难越的，而且其实努努很难实现前期在线上 gank 的能力，他在线上其实不太好帮助自己家创造优势，更多的还是在野区的一些刷野速度，保持自己整体的刷野节奏。对，而且努努最好是能够搭配这种从中转上这种大规模的转移 gank， 他会比较在行。但是如果你从线上走过来的话，那他的一个抓人能力是一般的。看一下吧，双方其实还是想发挥一些前期的优势的。这波换线其实蓝色方换得很快啊，一件是把这个小火龙和巴德摇到了中路，而红色方并没有做对应的换线，那这样子想要去压制小火龙的发育，其实会比较困难一些。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就 WBG 怎么去处理他们了。你看，大家其实更多的就能想到，只要让 Sky 这路打得难受，那他们其实其他路也没有那么好能发挥出作用。努努应该也只是想要反野。因为这个 F4刚刷新，他们现在卡着时间。我们现在硬要来抢吗？最后通牒框住了，配合绝对零度，小神可能有点走不了，踹回了青钢影，交出闪现，但是青钢影闪现跟一把平 A， 巴德的盯是盯住了2人在塔下 ，Sky 看能不能走。修也来了，蓝色方的野区想要去做反打 ，Sky 被抓了回来，没有闪现的，但是队友很多，在轮回绝境当中，回头没有死没关系。铁男现在伤害是不够的，大招里面1打1，并没有办法击杀青钢影。这一波应该见好就收了。对，那 WBG 其实已经拿到想拿的东西了。我感觉小神这一手蛮凶的，他踢上去有点没道理，因为对面3个人在反自己的 F4，对吧？虽然上去能够有个拼城的机会，但是青钢影加上努努这个双大给到他，想要走就很困难了。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比赛里面比较常见的画面。就这个反野啊，在野区里面能给到对面很强势的压制力，在前期其实还是挺有效果的。对，尤其大部分的基站都在这个 F4的这个位置。是的，这还是努努的特点嘛，他反野起来是非常快的。而且小鸡本身他的打野风格也是比较强势的。那在前期对线上，目前 WBG 是有一些领先，而且第一波资源团的话，其实从象性上来说，肯定右边的整体阵容会稍微强一些。右边的打团属性还是很强的，特别是大招一波的配合，不管是卢锡安加上青钢影的大招，还有兰博的大招，都属于在资源团的时候能打出优势。小神有点迷路了，走到对面的野区被3个人围攻。巴德虽然有大招，但是起身之后能走吗？踹一脚踹走，被底下的 Max Power 收掉人头。这就属于对面反了我的野，然后我想反对面，但是自己的队友其实拿不到线权啊。小火龙这个英雄在中线踩住之后，一定是抢不过卢锡安的。而且你上路的话，其实因为兰博对波比的话，前期优势还是很足的，所以而且你看上路的那个情况，你自己家没线，想去看那个野，确实有难度。这还是前期那一波反野留下的伏笔。这2波的阵亡其实会影响到第一波资源团啊。因为盲僧的装备可能没有办法补出橙装来了。
看一下吧，主要盲僧现在自己丢了一组野，然后发现又死了。下路轮回已经关一个，但是小鸡已经赶到正面了。Sky 能走吗？一丝血被烫死了。1换1。那 Sky 确实是这样，我们在很多场比赛里面现在看到，你只要打 WBG， 你就疯狂去压力 Sky 那一路。他那一路其实发育不起来，就对于整个 WBG 的节奏影响巨大。但其实刚刚又吃了一个头嘛，所以说这把 Sky 还好，不会过得特别难受。神分已经出来了。对，他对位毕竟是一个铁男，就铁男这个英雄，其实他跟 Sky 本身想要的发挥肯定是不一样的。双资源刷新，小鸡用大招一个人速打楼，那这样子的话是想要双资源全接的。WBG 这一波看一下，兰博的大招撒的比较不错，先把对面上来的血量烫到了一半，狗神已经没多少血了。小鸡想要做一个绕后的位置，这个绕后绕得很灵性，修交闪现，那这样子留不住人。对，这样 WBG 的节奏会非常的连贯，因为他们前期先收到下路小龙的情况下，让4个队友去骚扰上路的先锋，这样你先锋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有限的位置，在这个时间点去推出来。对，就是你拿完先锋之后，你的3路都是没线的，你必须得调整一波。那这样子我可以回家补完装备，再出来做防守。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影响 ACE 这边的节奏的，就他们前期的部署还是非常连贯。而且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盲僧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去做事情，这是现在给到 ACE 特别大的一个压力。因为盲僧如果前期在线上没有给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5级前的那一波，就刚到5的那一波。不过我觉得 ACE 他的宝还就是小火龙嘛，对吧？只要保证他的小火龙能够正常的发育，到现在为止，其实你看小火龙那一条路吃的压力并不大，对吧？相当于是这个小生帮涛转火了。对吧？把本来应该吸引在小火龙身上的火力转移到了盲僧身上，那这样继续拖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4保1的阵容还是有发挥空间的。对，然后包括其实他们前期拿到了他们最想要的先锋，这样的话中路的防御塔和线权是可以保住他稳定去发育的。对，我觉得这个先锋自己拿的意义，其实推塔反而是其次的，保住自己的中塔能够多守一会儿，让涛多发育一会儿才是最重要的。大招直接清线。所以你可以看到 WBG 现在想要去找小火龙的麻烦，但是涛他的走位就很小心，我不给你任何的机会。是的，那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双方平稳去吃线以及刷野的节奏了。中路这边双方想法都比较足，那个也拉开了。对，盲僧现在就在草里，可能是不是想看到有没有机会来个大？但身后 Max Power 兰博的大招打得比较不错，不过立马缩到塔下，而且有巴德的大招情况，其实是不好去越的。但上路这边 Max Power 打得也很激进啊，也需要继续来找小生。中转上了，这个蛤蟆可能想要去硬手。Max Power 逼掉鱼的闪现，哇，这盲僧怎么玩？因为没有中线嘛，就对面的下路双人组永远是能够先动的那一方，所以野区被反得很厉害。现在是守着你野区刷新的时间，刷新了我就来，来了就有。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实2条边线上面，不管是狗神还是说修，他其实都不好去 gank， 都不好去帮忙。对，但我觉得其实更好 gank 的位置，也不行。青钢影这一路其实它太灵活了。对，你靠铁男加盲僧想抓青钢影其实是有难度的，加上他闪现也在。找一找卢锡安的机会吧，但卢锡安现在中路的人众多，中路要找机会放先锋了，硬放。但是涛血量不是很多，想去点塔会比较困难。这个闪现直接走到了巴德的大招，躲得还是比较不错的。直接踢过来。就要保这个中塔，那这个先锋撞来效果其实非常的一般，就撞了一头，并没有把中塔给推掉。因为其实 WBG 这边的防守非常的坚决，你看第一时间就交踢。对，包括你看 Timeless 他这个闪现交的非常快啊，对吧？不给你任何一丝可能能杀我的机会。但你现在看 Timeless 的发育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因为我刚看他其实他现在的伤害量还是很足的。20秒的小龙刷新。小火龙已经跌到125层了，其实这样慢慢拖下去 ，WBG 虽然有一些野区上的小优势，但是一直没有威胁到涛啊。这个125层还是不错的，就是跌到。对，看10分钟125层嘛，其实整体的发育还是跟得上时间的。
这我觉得蛮快的了，已经在目前这个情况。对，特别是打卢锡安的情况下，对吧？这条龙刷新了，看一下 AC 有没有想法，看这个走向是想来接一下吗？对，但站位上来说相对很劣势啊。视野一般般哦，先甩第一个大招，罗尼被这边拿掉了，那这样子我觉得撤吧。下路被做到，那没了。还得是 Sky。青钢影2件套了，开始发力了。而青钢影这英雄，你一旦让他发育起来，其实他在中后期的效果是压力十足的给到对面。因为这英雄强开能力也很强，再加上边带，效果也是拉满的。男爵登场。我觉得4保1的阵容虽然说能够在小火龙起来之后有一个比较强的团战压制力，但是就是你太4保1的话，你前期的双边线该怎么办呢？这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看 ACE 他们打到现在为止，面对 WBG 双边线上其实都是一个劣势路。是的，对吧？而且其实我们在前期看到，就 WBG 在面对他们现在的阵容的话，他们处理的非常好。首先，无论从这个努努的刷野上来说，包括野区的入侵，以及他们在前期的部署上，如何去骚扰对面的先锋，以及如何让自己家这一路打得更舒服。是的。他们在阵容的整体的排布上，我觉得都没啥问题。拿到了2条小龙。他前期也想得很清楚，如果你是要拖到后期去发育的话，那我现在要给你一个龙魂的压力啊。是的，我不让你拿到龙魂，这样我自己后期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所以说下一条小龙团可能就是 ACE 必须得接的一波了。他不能把所有的资源全放掉，就是为了保一个小火龙。对，但是现在上路的大龙也刷新了，这波节奏其实也挺大的。上来点2下，大龙刷新，看一下微博有没有这个想要去逼大龙的想法。但我觉得稳一点的话，就是等第3条的小龙刷新。对吧？这段时间就是去入侵一下野区，找一找可能的机会，特别是配合青钢营那条路去找机会。主要还是要看他们到时候的情况，但是这个大龙这边的视野以及上半区野区，就是一定是他们要死守的。蓝色方的这个大龙视野是不能丢的。对，2000多块的经济差其实相差并不是很大。我感觉涛涛再叠一会儿，应该在第3波龙团的时候就可以有战斗力了。当然2000多块的这个经济差，其实你再加上2条小龙的加持，还是有一些大的。看一下吧，选手们在这波回来之后有没有找机会的情况。现在盲松在越往后打越没什么机会啊。对，前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做出机会，到后期盲松就是一脚。但是我们就说嘛，有小火龙在，后期一切都有可能。这个英雄是给予 ACE 他们可以往后拖最大的倚仗。又来反野了，现在这个野区都不是说这个盲松的野区，现在都不是对面。中路找到机会了。巴德虽然说有大招，但是面对对面4个人想去硬杀涛涛特是保不下来的。那小火龙一倒，我觉得 WBG 要提速了。这边倒了一个人，第一时间直接要去动这个龙了。Max Power 是有 TP 的，小火龙不在，这边团战的伤害是非常匮乏的，而且直接踢过来要打人。青钢引过来想要去开修交出火箭腰带往后撤退。那 WBG 继续回头接盘大龙。现在 WBG 非常果断。对，这样一拉一扯，把你的血线给打低。但小火龙还有10秒的复活时间，所以 WBG 选择稳一波。很稳健，因为他们刚刚选择动龙的那个时间点，其实第一时间正面是少人的，就想逼团嘛，对吧？打起来我能再杀你1到2个，那我就直接打到底了。如果杀不掉你，那我就稳稳的等我自己的龙魂。而且我觉得更有一点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位置逼对面不要离开的情况下，他远边线拆了一个外塔。对，看一下刚刚是怎么杀到这一波。那确实没有办法，对吧？这个就是简单直接的。对，因为没有盲僧或者铁男在旁边的话，一个巴德是管不了 Sky 的。简单直接的直接做过来，输出伤害。看到了小申，这波被拉回去了，要打到底吗？一脚踹走，我感觉这波配合没有沟通到位。其实如果要打到底的话，这一脚踹回来可能会更好一点。小申是有闪的。这有没有可能是踹坏了？闪失误吗？大闪失误吗？主要这一波我觉得踹回来的话是有机会杀的，因为对面是少人的。点上来，他就是没有闪，没有屏障的。有闪没有闪，但是现在屏障是好了。那中路这边给完眼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看现在虽然说 ACE 是拿到了先锋，但是 WBG 这边刚才靠一波大龙那边的拉扯，其实他们拿到了第1座防御塔。这个下路的外塔是拔了，龙魂直接叫 TP，青钢影回家之后是一个3件套，
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ACE 现在站位非常的仓促，他第一时间没有。先请强者只能做了一些技能的交换。狗神的大招还没找到太好的出手机会 ，Sky 在绕后没有任何的视野。如果小火龙被找到的话，可能会有危险。上来先点2下，鱼的血量残了，然后青钢影藏在一个很深的位置。现在 ACE 没办法，只能过来先调整中线。就看什么时候出来了，直接框那边的小生，先要杀打野，把打野杀的话龙就有了。虽然说有中亚，但是起身之后面对4个人直接被点掉。而在侧面的话，小残并没有被修给击杀掉。哇，这个战线拉得非常的开，整个阵型很分散。但我觉得 ACE 这边在前期站位上，以及包括面对这波青钢影的绕后，并没有任何的预警。涛涛退的血量已经被打得没有战力了，那这样子 WBG 可以拿到龙魂加大龙一起拿。双龙会了，打野在。对。这波思路很明确啊，青钢影并没有去找对面的小火龙，要一个人打是吧？小鸡还是很警觉的呀，这种不会给你机会的。龙魂大龙一拿，但一般情况下，我说实在，他一个人在下路 solo 龙这种事情还是挺有压力的。4个队友都在上面，真要出点问题的话，这小龙可能还真不好说。这波 Sky 太重要了，你看这个草藏了非常久的时间，然后这是在团前的消耗。对吧？然后 Sky 就从这个3角草一路绕到 F4那个关键的拐角草当中。拿完双龙会之后的话，中路要做起压，做了一个1-3-1的分推。Sky 的位置又很……对，这就是左边刚刚那波团战嘛。对。然后现在3路齐推的压力啊。ACE 的守线能力其实只有小火龙在的那条线能够清兵，铁男和波比是没清兵能力的。现在这个情况，经济差虽然只有6000多7000，但是感觉这个小火龙就有点发挥不起来了。他发育是好的，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其实不顶用，对吧？别人可以不管你，先杀你的打野。这把盲僧的发育实在是太差了，外塔全部拔干净。大招用来守线，但是上路的青钢影面对铁男其实是可以无压力拆塔的。是的，而且想要来找机会去找兰博，但是 Max Power 是有闪的。Timex 上去点，有中亚规避掉了2发致命的伤害，但是圣枪洗礼直接洗走，已经是暴走的 Timex， 并且推到家了，没有 TD 的护盾，3路高地一起告破。要考虑一波了，直接要点塔，不给对面任何的机会。Sky 包括 Timex 2下点掉，让我们恭喜 WBG 第1局还是较为轻松的获胜。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因为从开始到后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小火龙它可以接管比赛的画面。但其实就整体来看的话，主要前期从盲僧开始这个位置就出问题了。对。就盲僧这个英雄，他最大的一个作用还是希望能够在前期打一点优势。但是，如果我说你前期的3条线都是没有线权的话，那这样子你的打野其实被入侵的这种情况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对，而且我觉得前期盲僧在 gank 的思路上可能也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画面，其实你线上也许是一个平线，然后或者是大家。你有个1路线或者2路线，但是很多时候盲僧他是可以帮助自己家的队友在线上打开优势的。就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其实盲僧和努努对刷野区的话，努努是要靠刷的，但盲僧其实他到了5级前或者是5级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 gank 的画面，他是可以放弃一部分，就是比如1-2组野，然后去线上去做 gank 的。你从第1波的打野路线规划来说，首先自己下路的小火龙面对卢锡安加上米利欧，一定是没有线的嘛。那2边打野顺势都是从上往下刷，刷到下面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努努可以先吃下半区的这个河道线，盲僧必须得绕一圈绕到上路去，再去吃河道线。那这样子的速率其实就已经拉开了差距。再加上我觉得前期如果想要让盲僧帮助队友打优势的话，一定是去抓这个兰博那条路。兰博那条路有波比的配合，其实是有机会击杀的。但是不管是去保小火龙，还是说配合铁男去击杀青钢影，相对而言是比较困难的。是的，当然我们前期也是看到了一次画面，就是Sky 被抓的那一波吧，但是那好像不是 Sky 被抓，那是双人路去在线上打出的优势。对，然后我觉得还是阵容端有点选的太极端了。就你这把 ACE 他是把所有的宝牌压到了TaoTaoTui 一个人的身上，但是
你一个人就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对面所有的技能只要灌掉你的小火龙，那你的队友其实是接不了正面团的。你看那一波 WBG 把所有的技能 all in 在小火龙身上，把他杀掉之后，他就是可以无压力的去开大龙。你只要过来，我就跟你打，反正你没有伤害，对吧？我这样尝试一来一扯，你只要出现失误，就会被我抓到机会逐个击破。对，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点还是整体的节奏问题，对吧？因为其实你说王松和努努对刷。那一定是刷不过努努的，对吧？那你包括但其实你可能要发挥一些自己的优势，包括线上其实他们大概率是只有一路的线权嘛，就是铁男的那一路，对吧？那其实你只有那一路的线权的情况下，就是那怎么靠自己家线上 gank 去找到优势，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比如以前就有没有可能把卢锡安那一路就是找到一些机会？其实比较难，因为毕竟是小火龙。对，就是小火龙配合巴德想要去打对面的卢锡安加米利欧，我觉得实在是太困难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微博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在前中期着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前中期并没有去太压制到小火龙，但是他们也不急，我就慢慢的扩大我自己的野区优势。不管是配合努努进到野区去烦你的野怪，还是说我就是加速控小龙的节奏，每一条小龙我都第一时间控掉，给你龙魂的压力。其实这点是 WBG 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在最关键的第3波小龙团的时候 ，Sky 的那波绕后非常非常灵性。他的目标其实不是小火龙，他的目标反而是对面的打野。一旦把对面的盲僧星解决了，那自己的小龙、龙魂，包括大龙，可能就是顺势全收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在收完这些资源之后，一波就把对面推平了。对，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包括你在团前的视野布置以及龙坑的站位上，每一次其实 ACE 它都会慢一步。那我们看一下本场的一个赛后数据，那从开始基本到比赛结束18分钟。基本都是一个 WBG 的领先。对，可以看到小申这把玩的太难受了，打了6500的伤害，甚至都没有对面的米利欧高。这把是没有找到任何的发挥空间。当然，我觉得其实有一波，他如果果断的大闪是能把对面踹回来的。但是那一波其实我不知道是沟通的原因还是什么，没有把对面踹回来，把对面踹走了。MVP 本场的 MVP 是给到了小鸡，他的努努在这一把的一个画面感，特别是在前期对于野区的入侵也好。这个是不是打出了对位差距？看到赛事裁判以及 OB 和俱乐部其实意见不太相同，但就2票嘛。但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就是 WBG 这边其实各位置处理的非常平均的好。我觉得裁判组的意见应该是考虑到那波轻钢影把对面小申给锁掉的，其实作用也很明显，对吧？那波可能是决定比赛胜负最关键的一下。对，主要是在资源团上，首先Sky 毕竟他是比较有经验的选手，他在站位的处理上以及抓机会，包括他拿到这种强开英雄，如何帮助团队打开团战的破口，这个事情他本身的能力就是很强的。是的，这波脏杀没有任何的办法，就你有闪有屏障都是走不了的，有巴德大的招都保不住。就伤害直接给你灌死了。然后到了这波，你可以看到 Sky 的位置啊，就藏得太好了。我感觉 AC 的人都没有想到这边会爆出来青钢影，盲僧直接被锁到。在打完大龙之后啊，对于131的分推 ，AC 就没有任何的解决手段，因为只有小火龙一个人能够清线。是，但是毕竟对面是3路齐推啊，你这小火龙怎么样都站不过来。当然，我觉得第一局毕竟其实有很多英雄他们也都没有选出来，所以第2局还是有很多机会的。然后包括咱们看到的，优先级比较高的，像什么豹女啊，然后包括咱们说的，其实我还是挺期待，比如说 WBG 拿出一些不太一样的英雄。但是因为我听说他们最近好像有在练到那个萨拉芬妮。对，然后就是辅助位置的萨拉芬妮。其实我觉得，包括他们打野的派克，其实我对那个就是 WBG 的辅助选手还是挺有期待的，因为他的英雄池确实很多。小谭他不管是什么杰拉、9桶、派克、牛头，甚至天使，他都是拿出来过在辅助位上面的。对，而且我之前看比赛，他那个9桶拿到他手里之后，那个虽然队伍输了，但他很多波的强开，然后包括给队伍创造优势的能力都很强。但我觉得，因为 WBG 在之前的那场比赛当中是输给了 ACE。那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同步一下 ，ACE 在刚刚落败之后，这一把是主动换边到了蓝色方。
继续刚刚那个话题啊，就是之前 WBG 面对 ACE 输掉的那一场，他们就是选了2把非常非常奇怪的阵容。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阵容上的尝试或者说改变，但是这一把我们在赛前也聊到过，可能这一把拿下来之后 ，WBG 他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能够锁定前4的优势。是的，那我们看到就是也有一个信息提示，就是我们现在 ACE 其实它有一个人员的调整，就是他们把修换到了一个山海。这个山海之前其实是有跟他们一起比赛的，其实效果我们还是有印象的。我觉得这首人员上的调换也是想改变一下整体的一个风格了，对吧？因为上一把其实整体的一个风格是围绕一个4保1，确保涛涛退完。那我觉得在换了山海之后的话，可能要去把上中野的一些强势给打出来，因为你能够看到小生他这名选手其实他的一个入侵也是蛮凶的，但是碍于上一把上中其实都没线，他没有办法把这种自己的一个风格特点给打出来。是这把做了人员上的调换之后，我觉得整体的重心可能会去往一个上半野去靠一靠。然后包括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前期选到有线权的对位也很重要，因为你在线上有时候确实没有线权的话，你打野位置，你想让他如何去创造，其实也有难度。对，现在英雄池里面最有线权的英雄就是鳄鱼嘛，对吧？上单的鳄鱼还是在的，而且刚刚那把其实是两边都把鳄鱼的优先级放到很后面。那我觉得换边之后啊，如果要去打上半野区 ，ACE 是要考虑在蓝色方看看能不能去拿到这手鳄鱼的。对，当然，如果说鳄鱼能够放出来的情况下，其实就奎桑提现在也第一把没有烧掉嘛，也是在一个班位上，所以第2局我感觉也是有机会掏的。对，就鳄鱼或者奎桑提这2个英雄，我觉得更加适配于狗神的风格。然后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的是，在14号 ACE 对阵微博的比赛当中 ，ACE 在落败之后，他们也是主动选择到了这个红色方，对吧？但是在版本更迭之后啊，他们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是主动换边到了蓝色方。我觉得版本可能底下变动最大的影响是对于岩雀这个英雄的一个削弱。对，但是目前看了一下，就是岩雀虽然有一些削弱，但是目前在比赛里面的，就是上场率还是依旧挺高的，就选手们对他的优先级还是比较高。岩雀它的机制存在在那边，我觉得有点像青钢影吧。之前有段时间路人局当中的青钢影几乎见不着了，因为数值被削得太低了。但是在比赛当中依然是一个常客，就是因为它这种机制杀的存在，青钢影的这种强势锁头，包括岩雀这个大范围的支援能力，其实都是选手们想要去选到的英雄。因为岩雀它就是目前削弱的就是一些百分比的移速的这个削减嘛。但是它这个削减量没有特别大的情况下，在比赛里面大家都对它还是很青睐的。班位上依旧 EZ 是没有给到鳄鱼包括卫这2个点是给 ACE 去出难题的，就如果都放的话，你要怎么考虑？豹女飞局也上了班位，打野位置上还是有一些封锁。给到了位，那就是把鳄鱼放给你，对吧？看你拿不拿。感觉可以抢鳄鱼，瑞兹也没啥问题。瑞兹，那这样如果微博拿下鳄鱼的话 ，ACE 应该会反手选下奎桑提。这样子的中上2路起码都算是比较强势的英雄。而且以抢代班嘛，因为 Sky 如果拿到瑞兹，其实给到。
都是可以去考虑掏的。塞纳9桶的体系，但塞纳还是我觉得之前比赛里看到的效果就是他太吃发育了，前期的伤害有点不够。盖伦，这个我相信只要是超级联赛的老选手啊，不管是中上，这个英雄真的是太熟悉了，对吧对？Sky 作为元老级的选手之一，是想要去掏出盖伦。而且盖伦这个英雄就万金油嘛，但是确实在这次超级联赛的赛场上，这个英雄的上场率好像暂时还没看到，这第一场吧。就上场率在最近肯定是不多的嘛。然后 ACE 也是锁下了维鲁斯，他们这把的重心就是直接跟上一把有个大转变。上一把是打一个4保1滔 2，然后这一把的话，滔 2更多的是去选择一些团队型的 AD 英雄去辅助到队友，去打一个上中的体系。洛加维鲁斯要把下路双人组的控制能力给拉满。对他们阵容这个控制还是不错的。而且他们这次的阵容前中后期向性就比较足。哇，右边这个阵容选一手山羊9桶。但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感觉 WBG 的阵容伤害点有点少啊。我估计 WBG 本来想是真的想玩亚索的，然后结果队友亮了一下，然后左边赶紧搬了。主要你看他们这套阵容现在分析下来，最有输出的点是飞机，但是飞机他毕竟自保能力是一般的，他在面对对面这种奥拉夫、梦魇加上洛加维鲁斯，我说实话很难想象 Timeless 这一把的一个生存环境。是的。然后可能岩雀的发育也会成为一个制胜手，因为 WBG 如果岩雀再被按死，前期发育不好的话，我觉得打到中期的团战是没有办法去跟 ACE 接的。对，主要是现在看下来，哎，双方其实这阵容都挺好的，都有的打，都比较有个人的特色吧。对，没有说，我觉得没有，至少没有像上一局那样，就是 ACE 他4保1的话，把宝全都压在肖龙一个人身上。是的。那这一局就是把更多的输出点位放到了这个上中身上，然后加上打野梦魇的选择，就是他们的单点击杀能力是非常强的。下路就打工具人呗，这把洛加上维鲁斯打工具人体系，我觉得就看这把还是看在 Timeless 身上了。Timeless 在团战当中的站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包括奥恩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保后排能力非常强的辅助。主要我的点就是在于，因为我觉得上一把的阵容其实对于 ACE 的选手来说，它有点难玩，就对选手他整体的配合和他们对阵容的理解要求是很高的。得拿线权啊，那得拿线权，对吧？任何的这个对线或者说任何的中期决策，一切都是建立在前期的线权上面的。包括打野也会变相的受到这个线权的影响。我觉得游戏当中你可以接受1路或者2路没线，但你不能3路全部没线，对吧？那真的太难玩了。那还是在比赛里面要给到一些相对有容错率的阵容。是的。其实中路盖伦对瑞兹，前期盖伦的压力是不大的，瑞兹前期的伤害不足嘛，然后盖伦的清线能力是比大多数的战士还要快一些。哇，骑手 Sky 对，又回来一个3技能一波线就没了，对吧？虽然不一定能反掉大的，但是反你2个小的也可以干扰一下你的打野进度。感觉这局这个大树周选的还是挺好的。就大树打一个反手嘛，对吧？去限制梦魇的进场，主要是限制梦魇。奥拉夫不一定管得住，但是梦魇的进场如果碰到大树的话，其实头很大。对，主要是我觉得几局下来，这个打野左边打野其实都不是很舒服。这也是红色方，就是咱们选蓝了，大家现在都喜欢选蓝色方，但红色方还是有一些 BP 上的，他最终的克制嘛。对，就是我感觉红色方的 BP 更多的是见招拆招，而蓝色方是自己搭建属于自己的体系。你看 ACE 这把的体系，在前3轮就已经搭建完毕了。是奥拉夫加梦魇加瑞兹，就是打一个中期团战的冲阵能力，一波把你的主 C 给杀掉嘛。然后 Sky 也是可以获得无限的线权。
当然，在瑞兹等级起来补了装备之后，你想要再这么轻松的去游走就不现实了。但瑞兹不影响他发育的，因为他毕竟手还是有一些长度的，他把兵线吃了，一直保存自己的发育。两边打野在下路应该会相遇。看一下这个位置在蹲，那个位置带着扫描来了。小生马上也要到50了。两边打野都是属于那种最好是后手进场，对吧？因为如果换成平常的打野对位，我不管是梦魇还是岩雀，我一个大招可以先来战场。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两边都能飞，对，那谁后飞，可能谁的优势就会大一点。我可以打一个反蹲。两边现在就支援能力都不错。对的。你在线上打的时候，真的还得挺小心的。Timex 的血量是有点小危险的，而且他这把带的不是屏障，他这把带的是净化。如果真的被飞的话，是要当心一点。不过梦魇也没找到太好的机会 ，Timex 和小残就蹲在塔下，没问题。对，包括河蟹的双方也是各执一个。这把前期应该会相对稳健很多。因为双方其实打野也都需要吃自己的野区，对，没有说上局一定说盲僧那种啊，又有干壳压力，线上又没线。是的，两边都觉得自己的后期能玩嘛，再加上两边的打野其实入侵对面野区的一个能力也并没有那么强。是，要先把自己发育好。好了，看一眼，确定你的路线，对吧？换中的时间也是比较标准的，同时去换。而且这一局我感觉双方应该都是会抢先锋的。对，就是先锋的一个作用会更加明显一些，在这一局。特别是对于 ACE 而言啊，我觉得 ACE 只要一旦把中塔能够撞掉的话，那么你对面的野区你就可以让梦魇或者说奥拉夫尽情的去入侵了。是的。捆上来再打一套，但是洛还是很灵活的，不会被消耗太多的血量。来上路，想要反顶，给点压力。但是有大招，对吧？就算你真的被顶回去了，其实压力也不大，大招一开应该就能走了。对，就是过来看一下，给点压力。这波再打一套，最和平的一局。对，这应该会很和平，因为双方其实也我觉得没太多动手的欲望，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比如找一找。比如中路看看有没有蹲的机会，没有动手的这个人，对吧？就是你平时的打野是动手的这个人，这一把大家其实都是大招打团的。对，所以第一波资源团感觉有机会打起来，而且右边的阵容，那我也不可能随便给你先锋，对吧？因为我觉得右边阵容前期第一波打也是不错的。飞机和盖伦其实就是为了第一波团战去做准备的。是呀。小残血量被耗的有点多了，梦魇直接飞，交闪现回捆。在中路的消耗上面出现了点失误，这也是我们说大树这个英雄最大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容易捆上去就回不来。而且这波机会抓得很关键，第一时间血量打低，直接起手，给梦魇直接飞了一个人头，大招是有所收获的。就在突然非常安静的大家的对线过程中，突然找到了一波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大概率还是从中路找会比较好。因为说实在，其实中路的英雄也相对好抓一点。防御塔镀层即将28秒的资源刷新，梦魇的大招应该也快赚好了。在资源团刷新好的时候，是有一波大招可以去打团的。还是先要把线上的兵线处理好。而岩雀其实对线上的照顾是非常多的。对，想要去找狗神，但是狗神还是打得比较稳的。主要我觉得这一波最关键的影响是什么？是小残是没有闪的，大树没有闪，对面洛有闪的情况下，如果真的去打正面团战，你的打野或你的辅助一定是第一时间去倒的。元素亚龙登场。但好在我觉得右边的阵容，坦度，然后包括他们的控制都是有的，所以你真的说靠一个他没闪，就可能只是大树自己危险一点。是。闪现还没有赚好，洛直接开大招要去找对面的打野，一剑穿心剑，小技在侧面直接被击杀了，而且没有闪的问题出现了，小残也走不了。那这个位置先锋被拿到之后，
要看一下下路的小龙，那就双先锋双资源一起丢啊！感觉是要一起拿了，主要是这波团战打完之后 ，ACE 的状态非常非常好，而且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放先锋拉扯小龙，都不需要拉扯。对，因为对面打野是不敢过来的嘛，我4个人满状态，双资源全控。啊，这一波蓝方已击败亚龙。这波是鱼打得好，这波洛开太好了。对，洛直接开到对面的小技，再加上 Turtle 和小生的伤害跟的也很快，可以看到刚刚那一波，这个没有视野的草丛啊，我感觉有点大意了，小技，对吧？这走过来确实有点大意了，对面都没有交闪，就直接在地点上被迫到了。对，而且他只看到上路那个人对线，他完全没有下半这一部分的视野。是的。双资源全控，再加上是第一条龙是火龙啊，对吧 ？ACE 的优势非常大。跟我们前期想不太一样，我感觉本来这个岩雀和大树拿起来，其实左边挺难打的。但他们确实，我觉得洛这个英雄玩好了，他抓机会能力很强啊，就是这种打野的，就尤其这种团前的这种强开。岩雀这把找不到什么节奏了，对吧？你现在想去边线上做事很难，然后野区上面对面的梦魇已经领先自己快1200块钱了，闪现硬来3个闪，必须得硬找一波机会了。必须要找人。雨雨开着大招赶来下路，但是因为没有队友啊，所以说也只能自己守一下塔。韩磊吃一下冰吧，这个纪律性就3个闪一起交，我说实话，山海也是晕了，对吧？刚刚换上来第一局怎么被这样打？对，先锋中路交飞机这个位置只能往后撤，所以这个塔是可以掉的，因为你人都在边线，下路这边选择换外塔。换外塔我觉得能够接受啊，因为现在 WBG 急需要一波小节奏。那样飞机在中路的吃线，维鲁斯会更舒服呀，因为维鲁斯那个位置其实本身你在中路的话还是挺担心被控到或者开到的，因为维鲁斯毕竟自保能力还是比较弱的，但现在就很舒服了。下路要来找盖伦，叶飞2个人一起都是没有闪的，被围堵了，对吧？这个信息已经锁定了，所以说果断的拿下4包2。坏了，小鸡这把岩缺。Timeless 有点扛不住对面的伤害了，4个人，小残和 Timeless 2个人没有办法完成2打4啊，感觉已经崩了。对，我觉得主要是岩雀崩了。对，后面就都崩了。开局那个阵容选出来就说了，我觉得这把 WBG 的这个阵容啊，他们的输出压力太集中了，集中在飞机和岩雀身上，然后岩雀前期只要一旦出现失误，这一把就非常非常难玩，因为你飞机想要在对面这阵容面前活下来是不可能的。而且岩雀前期他很想照顾边线，他在上下路其实也给自己家队友想找一些优势。看一下刚刚这一波，又是雨雨开的。他这把的洛在前期表现非常非常亮眼，几乎哪一波团战都有他的身影。对，这个洛还是很吃选手本身的手法和判断的，主要是开团时机吧。对，是吧？这一波就是抓住对面2个人没有闪现的机会。他不像有些英雄，比如酒桶啊，包括山羊啊这种英雄，就可能大家操刀起来就还好，但洛这个英雄真挺吃，有些时候你进去抬了之后，你位置不好的话，你自己。也不好再继续帮团战就是找到优势了。就是对于选手的操作要求还是比较大的。但你看现在7个人头，这个雨雨7个助攻，对吧？这就是最完美的辅助板子。每波团战都有自己的身影。还有30秒的小龙就要刷新了，现在经济 AC 已经领先了快要4000多块钱，4000块的经济优势，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双 C 位身上的。对，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想看到的效果，尤其是瑞兹。要知道狗神都还没来打团呢，反正奥拉夫现在发育也没受到影响嘛，到时候大招一开，直接就过来找你 Timeless。我觉得只要不出太大的这种掉点的失误，现在 ACG 的团战应该是一边倒的。而且奥拉夫这个英雄近战属性很强啊，你看右边的英雄其实也是需要打近战的。第2条小龙直接放了，接不了，现在边线上也做不了事，那只能再拖一拖了。只是这一把自己往后拖，对面的维鲁斯和瑞兹也是这种后期不怕跟你去打团的英雄，而岩雀反而是一个
需要在中期去起节奏的打野。对他一定要有发育、有经济、有人头。大龙也刷新了，可能还是担心嘛。如果说下路这条小龙他们去抢掉了人的情况下，会掉大龙，所以这个龙只能放。小神也是还以上一把的颜色。 对吧？上一把被你这样入侵野区，这一把的话，自己的队友有限了，而且配合洛的话，他的梦魇发挥也会更加好。眼圈现在没有任何的声音啊，2件套0杠2，而且提前要出个中亚保自己，那伤害是完全跟不上的。抬了一下，抬到鱼鱼，打掉了1/3的血量。给个闪失阵，其实大家都没啥胃口。 这俩英雄互相看见，应该也打不起来。其实我觉得 Sky 他盖伦选出来的话，是有一点点让团队的输出压力变大的。那可能到那个位置，他在 BP 上，本身不是这么想的。4000块，但是到这个时间点，其实 ACE 领先4000。 他们可以等火龙魂啊，对，领先5000，对吧？他们现在我觉得只要等火龙魂就行了。火龙魂一拿，梦魇加上奥拉夫双冲，只要冲掉你 Timex 或者小鸡任何一个人就够了。然后我觉得现在对于 WBG 来说，他们你要想让他们翻盘，虽然经济上看起来是5000块，14分钟之前，但主要他这个双 C， 不是说这个打野和飞机的发育翻盘的点，在我看来只有 WBG 自己。 或者说对面 ACE 出现一波超大的失误，对，必须得是超大的失误才行。比如什么动大龙，然后突然被抢掉了，然后全员被大龙打残这种画面，对吧？但是 ACE 他明显现在也不想给你这种去贴团的机会。感觉山海换下来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说刚刚是受到了一波针对啊，但是立马把局势打了回来。但有一点，我觉得其实，ACE 这边虽然说有一些优势了，但是他们至少 WBG 现在把这个经济一直保持在，就没有被扩大。对，保持在这个数字。然后防御塔上面的话，外塔其实下路的外塔还是守的比较好的。我觉得这是对于他们来说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对，就是并没有说我中路塔一被破，然后我的所有的外塔就全掉了。是的，而且你看。 就是他们在相对看上帝视角看起来已经很劣的情况下，他们只掉了一个中塔。是的，上下2个外塔全部守住。但当然，这个塔掉了的话，还是对于他们看大龙有一些视野上的影响。第3条，我们本周赛事口令码也是新锐破阵啊！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参与一下我们游戏客户端内的一些活动，对吧？其实手游的福利一直真的放送的非常非常多。 还有35秒，第3条小龙对于 ACE 而言，自己的火龙魂只要拿到这一把的优势，其实就已经是无限大了。而 WBG 我觉得他们是不能轻易的放掉的。这条龙是必须要去争的，但是很难。但是你不争，就如果真输的话，我觉得快速下一把也是个好办法。没有，主要是因为上路这个大龙一直没打，这个下路小龙就是誓死要争。那有没有可能对面要 TP 了？ 对，选择换一下，比如我拿上路的龙也是有可能的，而且这波团战输了的话，其实大龙一拿，他们就更没啥机会了。我觉得输了的话就下一把嘛，对吧？毕竟自己现在1比0领先，是有机会能够继续慢慢玩的。但是如果不争，就是慢性死亡。我觉得慢性死亡对于 WBG 而言更难以接受。而且 ACE 这边的解法就比较多了，我可以给你开龙逼团，对吧？然后我甚至可以跟你拉扯。 因为中路没有防御塔视野。下路找到机会了，大招灌在盖伦的身上，要硬杀 Sky 有闪现，第一时间并没有死，不过跑对面的野区的话也走不了了。拉扯一下位置呀，帮助自己家队友，其他人找自己的时候，自己家队友能先把位置杀 Sky。洛还要继续去开，现在自己的队友都是没有大招的状态。哎呀，但是位置又给让回去了，所有人都把这2个口子，其实不好说 ，WBG 这波是有的机会的。 想要去掰一下 ，Max Power 进场了，
但是大树有点扛不住了，先行被击杀。哎，主要是看这个龙最后的蓝色方还是稳稳的拿下了龙魂。那交出双闪现 ，WBG 能走吗？瑞兹的大招已经开过来了，山海也不考虑继续追，但是已经是大胜而归了。那这一波打完基本就下一把，对吧？前面也说了，其实一开始花了4个大招在盖伦身上，哎，过来想偷一下，1换1换掉了对面的瑞兹，不过对于局面影响并不大了。感觉右边就是打不了了，你左边其实第一时间抓那个盖伦，一开始看下来是杀盖伦花了4个大招，有点伤的。对于大多数的阵容而言都是有机会反打的，但是这一把就是因为小鸡他的发育实在是太差了。对，大龙稳稳拿下，对面赶过来的这个也没有办法阻止了 ，Max Power 被直接收掉。现在就是英国的这个盖伦复活了。看一下刚刚那波，而且他那个位置被抓到了，他第一时间知道自己走不了了，他是往反方向拉的。他往上面拉可能是不是好一些啊？对吧？这个闪现加上一能往上走，大树已经开大了。其实往上走的话，反而能够让队友配合大树的大招去做反打。对，我当时在想，有没有可能就这几个人抓他们的话，把这个位置先让给 WBG， 虽然4打5，我觉得这个站位也是比较好的，包括大招也用了很多，但确实很难打。龙魂加大龙，上一把反过来的局面，现在给到了 ACE 身上，就看看 ACE 能不能趁着这一波双龙会，直接一波推平。感觉3路高地没啥问题。下路并没有分人去，ACE 还是比较稳妥的选择了4-1分推，直接飞了，飞进去杀掉岩雀，交闪出来，自己身上还有复活甲，而中路的兵线已经带了过来，下路兵线没带过来，所以但已经没有关系了，优势比较大。雨雨进到塔内，被德玛西亚阵营斩掉了，但是对面的血量被压得非常低，直接点血晶了就可以了。那恭喜 ACE 可以把比分扳平，双方来到了1-1的比分。哎，这把在换完整体的 BP 思路之后，还是打得非常有气势的。对于微博而言，我觉得他们的阵容选择上面，过于的把压力集中在了 Timex 还有小鸡身上。对，就输出端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你可以看到，飞机其实是很难在团战当中活下来。对面是有奥拉夫加上梦魇的这种组合，再加上这一把，我觉得雨雨的表现，他的落发挥的太亮眼了。对，我觉得前面2波优势的创建，其实都跟雨雨的这个落息息相关。是的，就每一波团战好像都有他的画面。中路的第一波对于大树的击杀，然后包括在最关键的先锋团那一波开到了岩雀，然后就直接双资源全收。其实打完那一波团之后，岩雀这一把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对岩雀来说太难受了，因为他前期其实本来我们觉得岩雀可能就是慢慢的从自己刷野，然后到打团，就是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把自己的整体效果打出来。但就是因为落的那2波，而且最重要就是那波双资源。是的，双资源被拿得太轻松了。就正常来说，我们看到比赛当中啊，如果说对面想要拿双资源，一般都是打完先锋，但是打了一波团战之后，自己的血量都很低，然后需要回家补给一波，那这样子两边还有接小龙的机会。结果这一波是打完之后，对面掉了2个人，自己全员满血，4个人就顺势把火龙给接掉了。然后到后面不断的滚血球，滚到火龙魂，一旦被拿，这把局面就已经没了。对，但是我觉得 ACE 他们这一局确实处理的也非常好，就是并没有受到第一局的影响，而且第2局他们自己也找到了自己破局的方式吧。阵容上的转变，我觉得是非常快速且有效的。这把从打下路4保1小火龙，到打成了一个上中野半区，然后通过这个野辅高强度的联动扩大优势，而且也是取得了效果。那我觉得下一把在 WBG， 他们应该会主动选择换到蓝色方啊，换到蓝色方之后，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阵容给构建出来。因为现在看下来，打上中野其实是比较好赢的，在这2支队伍的对碰当中。对，而且来到蓝色方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我们在整体的阵容选取上，你蓝色方其实都是承担一些针对班，对，然后红色方是一些版本班，然后包括我们了解到，就是 WBG 他们毕竟还有一些自己的绝活，是的，他们自己有特点的英雄，然后包括现在其实很多英雄都还在外面，就是虽然说打了2场，包括看了2局鳄鱼都没有出现，对，鳄鱼，然后主要我也比较期待豹女、鳄鱼，包括一些 AD 英雄。可能在下一把会变成蓝色方1楼需要考虑的这些点位，因为你像瑞兹也没了，对吧？然后像魏这样的英雄，我觉得
应该不会出来。对，应该不会出来。那么其实就是像鳄鱼，对，优先级会很高。然后包括要看一下，像是时光这样的英雄有没有可能被放出来。哦，时光我好像最近在比赛，基本上是把班。对，从这个联赛开始，好像我就记得只放了一把。然后我们看一下2局赛后的一个数据情况哦。这把 Toto2 是砍下了23000的伤害，全场最高。当然，我觉得最后的一个贡献啊，也不能光看伤害。像雨雨这把，虽然说只打了6000，但是他的一个团战作用无可替代。而我觉得 WBG 这把落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于阵容的选取上面。岩雀选下来之后，自己的上中2路其实是一个偏向于坦克的英雄，是没有战士去配合他，所以岩雀前中期陷入了跟上局小生一样的处境。我找不到机会去入侵，我找不到机会扩大优势。不是，我觉得这一局 Sky 就绝对是这样。我觉得赛前 BP 的时候，他们当时想的就是想玩亚索，想玩亚索，结果不小心亮了一下，被对面搬了。对，因为 Sky 他的亚索是非常招牌的，而且他的整体阵容搭配，你看飞机也在，对吧？还有岩雀，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想跟亚索去走一个搭档的。其实我觉得就3楼那手不要去选这个，当时3楼是选了 AD 嘛。对吧？直接出中路，然后 AD 的优先级给放一放，我觉得选个霞这把也更好一些。来吧，看一下 MVP 的选择，给到了雨雨，没问题。毕竟关键的那几波都是他。对。那他本次的这个虽然但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助攻非常足啊，11个。而前期我觉得来到蓝色方，他们确实想对阵容上的优先级啊，包括他们整体阵容的舒适度都会有一些加持。但我觉得除了 BP 以外，更多的是前期确实还是我觉得 WBG 一直在面对他最近自己面对的问题。就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的对手是谁，我觉得他们自己现在内部就是很难协调到。你至少2条边线有1条能舒服的打好，以及你打野位置能舒服的打。我觉得在第1局他们这点其实做的蛮好的，但是第2局又把可能说一些自己阵容上面的老毛病犯了出来，对吧？就第1局和第2局的表现其实差异非常大，特别是在于野区和边线的处理上面。而且我感觉就是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打野位置和 Sky 这一路，然后他们双3那个位置其实能稳定保发育就行。因为其实一直以来，你看就是 WBG 他们 Max Power 那一路其实一直没什么问题，它就是一个非常安全保险的那一路。我把我这一路的事情做好，在团战前，包括对线上，我发挥我该有的东西。是的。但问题点就是他们在打野的野区以及说 Sky 这一路是不是能打出优势来？因为或者说在 BP 的优先级把它提高一些。对。就直接锁下这个奎桑提、岩雀、亚索，我觉得这3手拿下来。后面慢慢去给泰门斯补嘛，不管是补一个霞也好，还是说补一个卡莎也好，这种英雄都是可以出的。因为这把首先对面的阵容已经确定下来，前3楼就是重整能力很强。你选一个飞机，其实它的一个输出环境是很差的，但你反而选一个霞，甚至你选一个功能性 AD， 你像是当时对面的 AD 也没出嘛，对吧？我维鲁斯什么都还在，那这样子的话，能打出一个更好的配合，并且上中野的强度获得保障了。这把盖伦选出来，你就会发现前期虽然能够拿到一些线权。对吧？但是他的入侵能力，包括他的帮队友的能力，并没有那么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最近联赛盖伦的出场率慢慢或者说越来越低的这个原因吧。对，我觉得就是盖伦这个一手，还是对我觉得还是如果说把亚索能选下来的话，我觉得后面2手其实甚至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要给他配那么多。当然，我觉得亚索一选的话，飞机是一定上半位的。对，上半我觉得可以接受，我甚至觉得这把飞机真的没有霞那么好。因为你选了飞机，输出压力集中在了飞机身上。但如果你能补上亚索，那么 AD 的输出位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嘛，相当于就是一个 AD 加上亚索加上岩雀的这个3个 C 位，对呀，对吧？会好很多。就他们这个 BP 选完之后，就是绿叶都在，花儿没了。哎，那我们也是得到消息啊，在上局落败之后呢 ，WBG 主动选择到了蓝色方。那来到蓝色方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就是包括咱们第1波资源团的，比如这个小龙的争取上，然后以及阵容的选取上，蓝色方现在目前的优势都是极大的。基本上我们看到选边一般没有选择红色方的，都是蓝。对，就很少数的队伍吧。ACE 他们之前是主动选择过红色方的，但是你看版本更迭之后，到现在基本上也是选择落败之后主动选下蓝色方嘛。是的。那第3局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吧，我觉得
大家拉扯的点上，现在已经不在射手位置了，除非 EZ 能放出来。剩下我觉得其实射手位置可选的英雄优先级会比较低。对。那么重点的位置就是我觉得研究一下他们打野，以及他们其中一路边线在对线上是否能创造出优势来。上野的2个英雄，一个是应该说3个英雄吧，上路的鳄鱼，然后打野位的这个豹女，对，包括魏，我觉得这些英雄是下一把 BP 上面争夺的关键点。然后像 EZ 这种英雄，我也觉得像伊利亚所说的很难放出来。如果放出来的话，基本上就蓝色方会1楼考虑去先拿掉。对，放出来就1抢了。然后辅助的英雄还蛮多的。当然辅助还是剩挺多英雄的。如果说泰坦放不出来的情况下，酒桶。对，奥恩其实都可以去选，奥恩都还在。是的，这些英雄都是比较不错的，包括像布隆或者一些打线的软辅。之前小残有用过杰拉，然后包括雨雨他也用过卡尔玛，这种打线的软辅，其实这个版本的辅助英雄选择还是蛮多元化的。是的。看一下这局吧，我觉得还是得看一下双方的野区。而且其实前期第一是对线上。然后6分钟之前的这个对线上，大家如果能平稳发育的话，就是第一波龙团。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赛虽然说对线大家的优势怎么样高低，但更多的其实你打团的能力强与不强，才是这个比赛能赢下的制胜的关键。对，打团第一个重点，第2个重点对线，对吧？可能在手游当中对线的这一个角度是会被削弱一些的。是的。但其实我们虽然说削弱了对线，但是有一个点不能削弱，就是线权。对吧？线权在于手游当中，你可以看到野区的一个大小的原因啊。所以说一旦有线权的那一方入侵野区是非常非常轻松的。是的，而且帮助自己家线上的某些 C 位创造一些优势也是很重要的。鳄鱼还是没有放出来。对 ，WBG 是在蓝色方自搬了鳄鱼，那这样子我觉得是要提一下打野位的选择了。现在的话，豹女还有位全开在外面。WBG 如果选择不搬打野位，那就是把问题交给 ACE， 那搬掉了赵信，对 ACE 2选1嘛。刚忘了还有一个节奏型打野的赵信在外面。对的，你要放1个还是放2个呢？那右边得把EZ 和豹女得放1个出来。对，我觉得可以搬 EZ， 然后放豹女加魏，豹女和魏嘛。如果对面拿打野的话，我可以反手去拿另外一个。对，魏搬不搬？考虑一下。阿卡丽，那就3个全放。EZ。那这个选择是最好的，因为右边他不可能选2个打野。加，对他不可能魏加豹女嘛。魏加豹女。我起步拿1个。先选魏的优先级更高一点。那左边还可以拿到豹女，很舒服啊，这样左边 BP。这把滔滔兔要不要把自己的 AD 优先级给提高一些啊？因为打到第3把，其实 AD 不多了。感觉没有 EZ 了，可以往后放，可以先选其他路的英雄了。那就是剩啥拿啥，对吧？对，最后补1个，可以优先级提到一些。杰斯。那出豹女，对出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杰斯打上路的会比较多，中路很少吧，个别的1、2把。我感觉小残这局的布隆其实蛮舒服的，对面的双进场，包括布隆的防盗门也可以没收杰斯的炮弹，对吧？对，这把如果后面没有搬布隆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适配 WBG 的辅助选择。确实，塞恩 ，Max Power 的塞恩之前也是出现过。他特别适合打这种有坦度的上路，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给 WBG 解放出一些软辅来。吉格斯这个英雄基本上在第3场的时候，如果没有的选择，会上场，或者甚至有些时候会上到班位。班亚索依旧是限制 Sky 的英雄，因为 Sky 的安倍萨，包括 Sky 之前的这个双战士青钢影和盖伦都已经出过了，然后瑞兹也没了，所以说 Sky 英雄池被压缩的蛮深的。对，今天是玩不上亚索了。阿卡丽也没有。之前他有套过贾斯，也算是一个另类的战士选择。对吧？特点就是边带线很强。但贾克斯强势的时间，我印象25年的比赛里面贾克斯还是不错，再往前到24年的贾克斯真的很厉害。对。但是现在确实贾克斯上场的机会会比较少。卡尔玛不给你更强力的对线了。
不能让下路太舒服。但我觉得这局 WBG 他们的软辅空间可能没有硬辅来的那么多，对因为已经有暴女加 EZ 的双 poke，是的，补一个硬辅，整体的阵容构成会更加好看。炼金，炼金在这个版本还是有一些加强的，也算是个特定班吧，因为 EZ 和暴女都很怕炼金嘛。这个版本针对上面还是比较到位的。牛头配吉格斯的下路，但是他们自己蓝色方是搬掉了奥恩哦。我在想，如果打算出布隆的话，这个奥恩其实好像可以放一放。哦，萨拉芬妮，萨拉芬妮要出吗？把这个对线的强势打到底，前排去靠塞恩扛。感觉这个小残的惊喜就很多呀。对，前面伊利亚也有提到过，对吧？那这样子如果补上萨拉芬妮的话，中路 Sky 再有战士，整体的阵容构成就比较好看了。双前排、3后排的一个组合。最后一手补到了剑魔。左边阵容前期对线上挺好，主要是下路的线权太强了，下路线权太好了。这 EZ 加萨拉芬妮打牛头加炸弹人，这个画面真的太好看了。但右边其实毕竟有魏有杰斯，然后也有剑魔，其实他们这一波团战还是有节奏的，还是重心点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么去分析啊，就 ACE 的上中野3条线的对抗能力绝对比 WBG 强。对，在前期，因为前期不管是赛恩也好，还是豹女也好，他们的对抗性一定是没有对面魏加剑魔来的强的。是。那我觉得这一把 ACE 的一个思路就是前期下路不要出问题，打上中野半区，然后炸弹人在换线之后一个人挂中，让牛头配合上中野4兄弟一起入侵。对。然后对于 WBG 的话，我觉得这手萨勒芬妮加上 EZ 的组合选出来，一定要去打线上的优势。对，前期下路线权是一定要压着对面打，稳稳的压。这个如果压不住的话，就出问题了呀。对，吉格斯加牛头，主要右边还是个硬辅。但是赛恩这把会很难受了，对吧？感觉要被抽了。就不管是打剑魔还是打杰斯，赛恩都不是特别好去对抗。看一下这个中路贾克斯打剑魔，这贾克斯这个英雄，其实在现在强度也比较一般。而且我觉得这两局就是没有给到 Sky 一个特别舒服的英雄。对的。因为他最近常玩的安倍萨和瑞兹，安倍萨3把全被 ban 了，然后瑞兹是被对面抢了，对，留给他的只有一些战士。因为我们说以前 Sky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法和中单，对吧？但是最近也是在改变自己的风格，会玩更多的边线战士。对，因为 Sky 他的操作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包括拿到一些法和的中单或者刺客类的中单，它效果是很好的。是的。但这两局都承担一个相对比较蓝领的位置。重点看一下下路的对线，下路前期就2兄弟，反正不碰兵嘛。对，在特别是牛头吧，我觉得牛头这个英雄在面对很多软辅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抵抗之力的。然后吉格斯就丢炸弹，把兵线吃了，困住就行。这把下路的目标就是不被线杀，就出太大的劣势。双方打野。魏是从上往下刷的，魏已经刷到了上半区，然后豹女是应该是两边对刷上下河线。这个画面，攒一大波兵线，豹女去往下可以给压力的。而同样，如果自己的打野在下方的话，上路的塞恩其实要作为扛压位，稍微往后退一退。这塞恩前期面对杰斯。毕竟是杰斯呀！你看豹女已经来到了3芽草的位置了，但是 ACE 下路2人这一标上去，鱼鱼的血量下半，但是有牛头真的好越吗？要看一下怎么操作了，直接交 TP 想要去硬保，2连开豹女的小鸡直接走了呀！快走，骗你个 TP 够了。哎，这位置，这踢下来是一个半血的状态，好尴尬呀！哇，这里又有机会，可能走不了了。
现在一口咬死交闪现，我觉得这个 TP 去硬保的选择并不是特别好啊。哎，但中路 Sky 这里小生也会被换。哦，这打完交换 ，WBG 大赚特赚。对你打完交换，我觉得山海这个 TP 有点没道理，就太过于想要保队友了。他中路的对线其实不能放的那么早的，你看他踢下来是一个没有血的状态。主要我觉得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也是我们看到，其实萨拉芬妮他手也挺太长了。对啊，就是你这种 TP 下来一个战士，你落地我直接预判位置给你控下来，然后配合豹女加上1G 的 poke。哇，这一下打的有点炸了，直接是给对面的豹女拿了一个头。而且剑魔的边线上面现在也不好过了。现在都换线来到中路，中路一样被压的，但中路有一个点就是可能萨拉芬妮的站位要注意一些。是的，因为魏和牛头的2连，如果能够威胁到萨拉芬妮，就也很难走。对他毕竟太脆了，EZ 反而还可以自保一些，但萨拉芬妮那个位置就很危险。开车过来把线清一下，然后转扭头就回去。扛压嘛 ，Max Power 在 WBG 已经承担了很久这个角色了，对吧？但我觉得他扛压是能够扛出作用来的。来吧，看一下刚刚那波回放，就是萨拉芬妮这个技能控到2个人之后，对吧？豹女再给一镖，在塔下没有兵线就是守不住的。而且我觉得雨雨他这波处理的更好一点的话，可能直接1技能会好一些，就不要2连了，2连会被闪现躲，但是直接1技能的话，有可能能够把豹女控在塔下，把对面给换了。是的。继续往下蹲，上路抓 Max Power， 但是就赛恩的好处就是不怕你抓，抓完之后我可以把兵线给清了。是，而且他也很肉，就是我觉得问题点就是我只要能把我自己的发育和兵线吃了就行。对，这也是赛恩最大的作用。而且杰斯这英雄其实他还是有他的局限性的，尤其到一些打团的时候，然后包括他的身板以及他在团战里面的作用，也不一定有预想那么好。就现在你可以看到 Timex 一个人挂线，对于TaoTaoTo的压力也很大。用身体挡你的炸弹，这个炮车就硬不给你吃。60秒的资源刷新 ，Max Power 直接可能去断线了，这也是个好做法，因为反正拿线你也拿不过杰斯，是，对吧？我去断线，你打野来抓我，我有闪有大招，也可以跑路。看一下第一波资源团的部署吧。从前期至少6分钟之前，现在 WBG 是有一个3个人头的领先呢，经济也会有一些领先，还是下路打出了优势。这是他们本身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个画面。赛恩和剑魔来到了一个远边线，但剑魔的发育太差了，因为那个 TP 把自己给踢崩了。而且这种远边线的话，其实3是没啥问题的呀。我支援速度肯定是更快的。而且杰斯换到对上武器的时候是有机会被单杀的。就 Sky 他这样换，然后豹女还在一旁，狗神，看看打的激不激进哦。小鸡很有耐心，就在草里，想要骗一下位，但是自己先出来了。我感觉他再稍微蹲一会儿，位可能就到了。现在没太有耐心了。要接先锋。对，3是有车的，过来找狗神，狗神被逼闪，先拉脱。踢到正面，全来了，想打5v5，但是 Timex 的状态很差哦，必须得回家。怎么说 ？Sky 在绕后，又是一个很经典的绕后位置，直接去找对面炸弹人，炸弹人要被秒了，被大招刮了一下，先行阵亡。峡谷先锋是被红色方拿了下来。问题不大。WBG 要去接后续的团战吗 ？Max Power 和 Sky 有点扛不住了 ，Sky 就甩线，跳斩往后走。Max Power 这个位置一个人留在点里，但是没有人看 Max Power， 没有胃口。EZ 快来了 ，Timex 赶来正面战场是个满状态。哇，这个控不错。第二时间还要追击，那来到了 WBG 的反打之势吗？是的 ，Sky 扛了非常久的时间，拖到了 Timex 过来，反击风暴再晕一下。
这波虽然是被对面拿到了先锋，但是团战是大获全胜。这波团战打的时间有点久了，该打的太漂亮了。嗯，他这一把打的太漂亮了，他跟之前那一局第一局的 King Kong 有点像，都是蹲在一个对面没有想到的绕护位置，然后一个人单切，配合 Ezreal 的大招，把滔滔兔给解决掉了。而且 ACE 第一时间追击的时间有点久了，其实可以见好就收的。来看一下，你看这个绕后太灵性了。然后虽然 EZ 不在场，但是精准弹幕啊！哇 ，Sky 在人群当中扛了巨久的时间，拖到了 Timex 赶来正面战场。然后第二时间往后拉，这得走。Max Power 在后面，然后回头想收 Max Power 的时候，对面又包回来了，伤害完全不够看了。还是这个位置，我觉得 ACE 他如果只是打脸上的，就去处理那个 Max Power， 打完就走。你知道这波团战，我觉得最大的伏笔是什么？其实是山海前期的那个 TP 让剑魔没有发育了。对，因为在第一波的资源团如果要打起来的话 ，ACE 最大的倚仗就是剑魔击杀刷新大灭，但是他因为发育太差，伤害不够，想来找上路 Sky 的麻烦，但 Sky 后面是有萨拉芬妮在的，小吉一个大招完美控到了3个人。这个萨拉芬妮有说法呀 Max Power 开车赶来，鱼也被找到了，这波可能要全死 ACE 的3兄弟。小吉再给一标，哇，双杀到手，404。但是他这个山海的剑魔走的就是一个支援流啊！你看刚刚他其实第二时间打团的那一波，他也是第一时间踢到正面，感觉有点太团队了，对吧？玩的有点太团队了。11个人头对战2个人头，晋级领先了5000块钱。而且各位置的发育都不错。不过好在这个滔滔兔守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对吧？先锋是在自己手里的嘛，所以说中塔应该短时间内不会被推掉。这也是有一个问题嘛，就是你先锋在自己手里，但你节奏不在自己手里，放不出来。因为现在都已经快10分钟了。又开车来了，但这个位置拐不过弯。中路没有兵线，没有先锋，想要压这个中塔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压一下位置吧，压一下野区。看到这个 F4刷新了。哇 ，Sky 从那个位置压过来，而且第一条火龙的话，地形上来说，对于他们入侵野区的优势也比较足。一直压中线，你的先锋完全放不出来啊！哇，这个中线压得死死的。对 ，EZ 加萨拉芬妮，这个中线完全没法推。就你看小生其实被控死在中路了，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刷野，也没有办法在边线上去放先锋，因为2座外塔其实都推掉了，想要放先锋撞2塔有点难度。反击风暴晕住了小生，小生直接大招去锁，想配合剑魔做反打，一剑下来被闪现躲掉了。小吉的反应非常快，山海2段被反击风暴晕住，那小吉已经成功拉开了。哎，回头看一下 Sky， 带队友一起走。Sky 这把的，就是武器，我觉得比上把的盖伦效果会好很多。打得太好了，他这一把跟小吉的配合，对吧？2兄弟在边线上面，包括团战端。哎，重点是他，我觉得对于一些团战位置的处理。但其实我是能够有一些感同身受的点在哪里啊？就是你一些单线选手嘛，前期的 TP 一旦用来支援队友，那波支援如果没有起到效果的话，自己这条线就是直接完爆了，就玩不了了。你像这把山海面对到 Sky， 本身剑魔打武器不算是一个特别难打的对局吧？对。但是因为那个 TP 导致现在在边线上面都不能去看 Sky 一眼。而且剑魔其实也很需要吃前期的一些经济和发育的，而他在团战里面才能有声音。就很多资源团，我觉得剑魔是要有画面的。是的，现在这个画面想要找到的难度会很大。这边豹女也很肥 ，Max Power 一个人开团要去找雨。萨拉芬妮的大招是大回来了，就算有大招的牛头，也是扛不住对面4个人的伤害。现在位置压得很深 ，Max Power 又来了。我说实在，看见 Max Power 我完全没有胃口，太肉了。上路直接去锁，找 Sky，
Sky 回了一口大血，跳斩 Max Power 往后拉开。现在大龙马上要被打掉了，2000的血量直接惩下，而且 Sky 很能打，还要追着山海跳斩去找狗神。下一个跳斩应该 CD 快好了，有闪，但顶着硬来防塔，反击风暴开起来，云珠我配合队友完成收割。虽然说自己是被换掉了，但是对面是只剩下一个牛头，那这样高地有了。而且龙也打完了。然后下路小龙刷新视野就完全推不出去，也看不了，因为现在在对面的时间节奏里。我觉得他们把自己阵容的理解打的就很好。你 Max Power 一直在队伍里面就承担了一个就是上路扛压的防伤作用。对，所以你选出来软辅的话，这个控制。画面切回来，我感觉微博想要一波的，或者说中路高地有机会。你看他们这个就至少3路高地吧。看这波大龙 buff 能做多少事了？看一下 ECE 怎么能不能守住吧。131的分推，他们倒是清兵线能力还可以，但是下一波冰线运进来，中路的高地可能有点难守了。但其实没有对面推塔的能力强。中路高地告破，上路的兵线也要送进来了。点2下，全部点掉。左边这个伤害量太 Max Power 开团，直接撞到杰斯身上，杰斯被解决掉了。那没有了，等一下兵线，下一波兵线马上就来。一闪想开，顶回来一个，顶回来的是最右的 Max Power， 构不成威胁。对他这个反手强开只能靠牛头。是的，这样子只剩下魏还有剑魔2个人守家，可能守不太住了。4000血的基地，直接要先杀人再点基地。下一波兵线云运了进来。WBG 在14分钟的时候终结了比赛，那是恭喜 WBG 2比1战胜了对手。是的，他们这一次让比分逆转了，因为上一次他们是1比2憾负的。对，这次并没有留下遗憾，并且自己拿下这1分之后小分已经胜场来到了5场。是的。那对于 WBG 来说，他们在进入到季后赛之前的胜利又增加了一些筹码，因为其实，他们一直以来跟 RV 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刚刚最后就算牛头想要1闪去硬开，但是队友的伤害实在是跟不上了，加上对面现在不管是 Sky 还是 Max Power， 2个前排站在前面，他们的后排是能够无压力输出的。我觉得他们已经没有那种，就是如果在面对大龙 buff 一波压力的情况下，看有没有找机会大家强开一波，帮助自己家有可能翻过来的情况了。就如果说可能你手里拿的是一个青钢翼，反正都很难。你如果要以复盘的角度来去看这一局，我觉得一切的一切就是在前期的那个 TP 上面。剑魔踢下来死掉，然后给了对面2次进攻下路的机会，先打了一个双杀。然后中路的剑魔因为自己没有了 TP， 然后白少了一波兵线，在边线上面完全打不了贾克斯，然后给了贾克斯在第1波团战游龙的机会，对吧？这其实都是一个连锁反应。是的。然后但包括我觉得他可能开始的时候玩到剑魔，他的想法就是想打一个团队型剑魔，因为他带的就是 T 啊。但你正常来讲呢，就他想好自己是要打那个远边线的，因为正常你第1波资源团的话，剑魔是一定要参与的。我们俗称玩的太团队了，对吧？有的时候其实团队对于边线的选手而言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边线上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发育，然后好去通过牵扯反哺团队。而且可能他是因为觉得对面拿到了一个塞恩，然后那塞恩其实支援能力如果走远边线的话，他的支援能力一定是更强的。那自己家如果是靠腿儿过来的话，有点慢。对，但是 TP 的问题是在于这个使用的时机对吧？你使用的时机得去拿捏好。在前期，我觉得可能回线的 TP 作用会更大一些，这种支援的 TP 效果就会比较一般。再加上你是个剑魔，就剑魔这英雄，他是要随着等级 CD 慢慢下来之后，就 CD 变短了，他的战斗能力才强。在前5级没有大灭的时候的支援效果其实非常非常一般。是的，而且我觉得他在第1波资源团的作用是很大的。是的，所以你在第1波资源团前的话，就是也挺伤的，2波其实都挺伤的。那也是让我们再次恭喜一下微博。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把之前的这个1-2落败的
15给打了回来，对吧？然后包括我觉得 ACE 他们，我觉得 ACE 也比较可惜，他们比较可惜的主要就是第一把。来吧，看一下赛后数据情况。啊，但是这一局这个滔滔兔的炸弹伤害是没少丢。而且，但左边其实看起来就比较平均了。你从伤害量上来看，对英雄造成的伤害，Sky 是最足的，反而是 Ten Miss 这一路 EZ 好像看起来伤害量打的没有很多。这把 Sky 的画面非常强啊。但我觉得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位置他们都保证了自己的发育。因为你其实小鸡这个位置，然后包括 Ten Miss 这里都正常在发育。我觉得这个萨拉芬妮还是有说法的。MVP 给到了 Sky。这一把他的贾克斯是真的玩得太爽了，一个人在人群当中3进3出，特别是在第一波资源团的一个交互上面，他是扛了对面巨久的伤害，最后通过反击风暴和跳斩拉扯拖到了 Ten Miss 赶来正面战场。是的，只能说 Sky 在 WBG 还是头一手，就是真的他得发挥出来这个比赛才能赢，包括这个伤害转入率194%，非常的高。加上他在最近的转型，我觉得做的也很不错，就是这种战士英雄的熟练度越来越高了。对，我觉得 WBG 他们还是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得让 Sky 打舒服。对，你看这一波能活下来，真的没有想到。对面所有人的火力都在这个贾克斯身上，也是因为自己切得好，先把对面的主 C 加弹人给切死了。对，然后包括他们这波回头其实也很灵性。在被对面追击的情况下，一看队友支援过来了，可以，能打，就及时回头。但 ACE 其实那一波他也是知道对面支援过来了，所以他想回头的，已经走不了了呀，对，追得太深了。从2波连锁反应，一开始的支援到第一波资源团打完，我感觉 WBG 的胜率就已经在80%以上了。然后后续只要不出现什么太大问题，你看到打到这个阶段，所有的技能打在 Sky 身上就已经通过装备的优势给吸回来了。是的，我还是很喜欢像 WBG 这样的队伍，因为他们其实还蛮喜欢科研的。就是我们看到，比如什么萨拉芬尼啊、派克啊，就是他们这个辅助选手还是给到了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我觉得，其实对于 WBG 来说，很多队伍在打他们的时候，就会想得很清楚，我就是要把 Sky 这路针对好。对。那其实我觉得，对于 WBG 来说，你可能真的要就是让 Sky 这一路能发挥出来，因为我觉得每个团队其实它都有一个大 C 点，就是或者是就是你需要给到他一定能在本局里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位置。是的，这也是我们说每个团队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蓝领位，一些 C 位。那我觉得蓝领位上面 Max Power 在 WBG 当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对吧？每一局其实选的都是一些坦克英雄，但是你能看到他的坦克英雄都是能够起到前中期我没线抗压，对，中后期团战有声音的这个作用，然后把更多的资源倾向于像小 G、Ten Miss 包括 Sky 身上，对吧？3个 C 位肥了，那打到后期的团战就会更好赢，加上他们的英雄池的一个丰富程度，都很高。是的，那本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让我们一起去听听 WBG 的选手有什么想说的吧。好的，也是感谢解说老师给我们带来赛后专业评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采访环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 WBG 战队中路选手 Skyfly 来接受我们采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WB 的中单 Skyfly。也是欢迎到 Sky 啊。然后今天最后一场比赛还是拿到了 MVP 嘛，确实也是很秀啊。然后也问一下吧，因为今天首先就是又遇到了 ACE， 然后上一次遇到 ACE 就有点可惜是输掉，但今天属于是一个复仇之战，还算是有一点波折，但是还是赢下了比赛。然后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感觉还好吧。很淡定啊，因为最后一把好像也 C 到了啊，拿到了 MVP 是开心的。好，也问一下吧，因为第一场比赛里面真的是会感觉整体的节奏被你们带得非常好，特别是你的中路的青钢影在很多的关键团战的位置，就这个青钢影感觉3进3出秀翻了全场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关于中单青钢影的这个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屏幕前的召唤师们吗？感觉就是打汤找好位置，不要第一时间进场，就找好时机进场就行。找好时机进场。好的，那也问一下说，今天 Sky 觉得你自己今天发挥怎么样？然后队内有没有哪位大哥今天发挥也很不错？感觉我发挥一般吧，然后
队友发挥的可能都比我好一点。很谦虚啊。那确实，今天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WBG 战队的整体的一个凝聚力嘛，然后也是基本上一个碾压的状态拿到比赛的胜利。好，那下一场比赛就要遇到的是 WHG 了，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准备？因为我好像悄悄的听说到 WHG 有练习小杀招，这个蝎子来可能之后会登场。感觉打他们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敌就好，就保持好自己，打好自己的东西就行。打好自己的状态。好的，也是非常感谢 Sky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在我们之后的比赛中，我们 WBG 战队可以往前更进一步，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我们稍事休息，精彩比赛马上回来。